2024我要环游世界，我要看50本书，我要减肥到140斤。这一年是你22年来体验和感受最复杂的一年，也是这一年，生活在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你只是个普通人。今年你全网粉丝数净增长在8600个左右，观看次数增加210万。你知道这个数字看上去好像是积极的信号，也的确在一些时候给你带来了一些满足感。大家让你知道，在22岁这个年纪，成为拥有3万粉丝的全职内容创作者是一个很酷的事情。但你没让大家知道的是，你因为做了2年半，但频道的增长远远达不到自己的预期，而开始质疑自己。从2023年初开始，你就开始幻想，这一年可能我就可以拿到10万粉丝的奖牌了吧？2024年也不例外。但事实上，你总会对自己有过高的期待，却没想过自己的付出是否能够匹配期待。你在年初写下的第1季度目标是3月31日前更新4期视频，其中3期需要为爆款。但事实上，你高估了你身为个人 UP 主的效率，一直到5月底为止，也一共只更新了5期视频，而那就占了你今年内容更新量的50%。本以为自己勤快的你，看到这个数字，现在还这么认为吗？你需要向那些喜欢你、对你每一次更新抱有期待的观众，去发自内心的道歉。如果你后悔，看看你的左手。你没让大家知道的是，你一直秉持着花时间怼爆款憋大招才能涨粉，总幻想着下一个视频就是你爆火走进大家视野的视频，幻想着每一期视频都想吸引新的粉丝进来，用爆款内容来涨粉这句话没错。可你在昨天的年终频道复盘意识到，10期视频都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也许更新类型的不固定，会让那些因为某类特定内容而关注你的粉丝朋友感到困惑，导致他们不会想点进来看。你一直都知道他们是活生生真实存在的人，那你为什么不照顾到他们的感受呢？你需要向他们道歉。看到这些，你还会因为今年的增长不达预期而感到失望吗？如果你难受，记得看看你的左手。当然，你曾经最喜欢的旅行也在这一年告诉了你一些颠覆认知的事情。大家让你知道，在22岁这个年纪已经去过10多个不同国家、60多个不同城市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但你没让大家知道的是，你在开罗的那件事儿。4月20日那天，你准备下楼散步，你遇到了5、6个看着大概8到12岁很热情的小孩，他们跑上来向你自我介绍。就在你也开心的把他们当朋友去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找你要钱，并且叫来了更多小孩。你身上没有，就收到他们说的中指，并对你说了一句你当时很想反驳回去，但你看了看你的左手，你意识到了，在外面旅行，你需要建立自己的保护色。人善被人欺不是真理，但也不无道理。你感受到了一些这个世界的复杂。也让大家知道的是，7月3日那天，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的火车站，你又遇到了一位穿着非常得体的黑人女性，在电梯扶梯上偷你的东西，被抓了现行，跑掉了。还记得你当时在原地大概愣了10分钟有了吧？你看了看你的左手，你再次意识到世界的复杂远超你当初单纯的期待。善与恶的界限往往是在你亲身体验中才会被清晰的划分。也没让大家知道的是，有的时候醒来你都需要打开地图看看自己在哪儿。目的地的不停切换让你开始质疑旅行是不是只是换个地方重复之前每天做的事儿，甚至质疑你自己。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来问你哪个地方怎么样啊，除了说你在那儿拍过一期视频之外，好像没有更多关于体验的描述了吧？想到这儿，我看了一下我的左手。你虽然不迷信，但这些事情的发生会不会有可能和年初那件事有关系？大家让你知道，在22岁这个年纪拥有8年的职业街舞的经验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你没让大家知道的是，因为早些年受伤没有完全恢复，你现在经常会在走路的时候膝盖疼和习惯性崴脚。年初过年期间，你在老家跳舞的时候，因为踩到了井盖边缘，脚的重心偏移，脚踝崴向了深处，一瞬间浑身如散架一般摔倒在了地上。你没有想到那一次的崴脚会疼到你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睡得不着。现在是半夜2点多左右，最难受的是脚疼，巨疼。前面崴脚也一定和这1年多运动的减少、体重的增加有一些关系吧？那会儿你最高达到了182斤的重量，导致这次崴脚在家一休息就是3个月。不知道这样的事件是否给你今年这1年定下了基调？是的，这些事情令你感到无比的压抑，但你还记得吗？无论发生什么不顺心的事情，记得看看你的左手。左手的阴阳鱼就是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无论好坏，一切都只是暂时的。
是你在5年前写出来的座右铭。它告诉你，当你处在顺境的时候，如果你不继续稳步前进，那它就是暂时的。但同时这句话也告诉你，如果你的人生和生活正处在逆境，也请不要气馁，因为它只是暂时的。所有发生在你生命中那些被称为不好的事情，也一定都会有它积极的一面。所以你的另一句座右铭就是凡所发生皆有利于我，你知道的。这句话的力量非常强大，但有的时候你会介于顺境和逆境之间，会产生害怕和焦虑，那个时候好像座右铭都不起作用了，但你总会对镜子重复的不间断的说那句话，那句会让心里的火焰燃起，会让眼神充满斗志的话。因为我是吴阳，所以我一定可以。没错，就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让你今年做了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的事情，而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那些最令我们感到害怕的事情。你突破自己，在埃及开罗的洞穴教堂上空一跃而下。各位，我吴阳做到了，3连，各位，我真的克服了恐惧。你突破自己，去肇兴洞寨深度学习了侗族的文化，你知道那不仅仅是一个刻在身份证上22年的。你突破自己，一个人用3个月做完了一整个23分钟的纪录片短片，并且参加国际电影节。你突破自己，排练了近30次，在2000加人次的活动上做了一场15分钟具有启发性的演讲。你突破自己，做了一个频道有史以来最深度的复盘，从而调整了2025年的运营策略。这对应上了算命先生所说的2025年会是你频道飞速增长的开始。人们好像总是会把新的一年的一切当作类似于重生一样的开始。曾经的你非常不能理解，但现在你好像也慢慢感受到了一些新的一年开始的预言，好像正是有了年、月、日这些时间度量单位的存在，我们才会对明天、对下个月、对即将到来的新一年抱有一些期待。虽然说不上重生，但这的确让我感觉到新的一年我们会被注入新鲜的能量和运气。有句电影台词不是说吗？人们就是怀着一点期待去生活。今年你频道的增长速度就是没到达预期啊！但如果没有那些一直在支持你的观众朋友的观看和评论，没有编辑老师的建议和扶持，你可能早就放弃了。今年你的旅行真的很麻木啊！但你在旅行路上遇到了皮皮和 Edison， 遇到了阿坚，遇到了猛男，遇到了他们，还有他们。你还带着8年未见的初中历史老师，看到了他当时带你认识的胡夫金字塔，这都是你今年无法抹去的美好记忆。今年你就是因为崴脚休息了3个月啊，但那段时间让你更坚信几年前把街舞和贝斯从职业转成爱好的正确决定。今年就是有一些糟心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是普通人，现实就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我们人生最有意思的设定就在于，我们在什么样的阶段都会有烦恼的呀，我们都会有一些束缚，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的设定。但因为我们是普通人，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没心没肺的大笑、奔跑、撒野。正因为我们是普通人，我们可以去大胆的表达爱，去热烈的告别，去大声的哭出来，去和爱人接吻，去把家人变成朋友，去奇奇怪怪，去自言自语，去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去开自己梦想的车。就因为我们是普通人，我们可以带着那可怜的无法束缚我们的镣铐，去自由的舞蹈。